当初说我退休之后，第一个目标就是去爱盲，第二个就是去创世。可是后来呢，偶然参加了社区发展协会敬老重阳，针对里上的老者去拍摄他们生平的纪录片。观看了那个纪录片之后，很大的一个回响跟激动，毕竟已经走到人生后半的阶段了哦。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些什么来？纯粹就是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或者是说有机会的话，我是不是也可以去陪伴长者？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大家知道，重阳节我们不想要只是在重阳节那一天表心意发礼物，我们希望无时无刻你跟长辈在一起，他的生命经验的传承，他走过的历史，他会的知识，如果可以在生活里面告诉我们，甚至是透过影片告诉更多人。其实我们觉得这是更重要的，这才是重阳节的意义。还有一个很简单的，纯粹想说好，跟里上的朋友大家一起认识，就是参加里办的桌游活动。你等下你也可以出来，要不然都没有办法动。还是玩拉米，动动脑啊，都是5、60岁的吧，都是老人家比较多人。我的心情只是说，我的本身的牌尽量全部把它丢出去，不要让人家扣，这样我最开心。那这个所谓的入户陪伴，就因为各种因素没有办法来到这边参加活动的人，社区发展协会他们找了一些志工，1个月有2次的时间，那1次去2个钟头，就陪那些长者在他们家玩桌游。如果说在社区发展协会是一种休闲的话，那我觉得入户陪伴的话，就是一种关怀，走出自己的家嘛，看看别人是怎么样，有什么需求，我可以做得到。让大家猜词汇的游戏，好，2个字。芥末。哎呦，赵妹姐很厉害。协会很多的会员大概都会觉得说，因为有了社区发展协会，我们一群人我们一起带动社区，透过我们举办的一些活动，所以可能有的人有兴趣，他来参加之后，他就会去招他的邻居朋友，所以协会会慢慢的扩大，也是因为大家知道了说，在协会可以为社区做的事情，自己可以学习，他也能够奉献，进而帮助其他的人，所以协会大家就会在这边越来越有向心力。因为我们社区除了刚刚说的文史很丰富以外，还有很好的生态的资源，所以我们希望说这样子好的生态呢，不要因为过度的开发而把现在有的这些栖地都给破坏。所以我们就跟台湾原生植物保育协会陈信阳老师这边有合作，他每1个月会带我们在双溪河堤去走固定的路线，那就是把每一个我们看到的鸟跟蝶的种类跟数量都记录下来。最主要是要知道说会不会有一些变化。那我们也在河岸这边营造一个栖地，就是种植原生植物，也希望说看到会不会再带来更多的生物的多样性。当知道说社区发展协会有这个生态的活动，听听老师怎么讲，顺便可以认识一些鸟蝶。当老师讲到的某一种东西，正好印证到生活上，那一刻的喜悦哦，觉得是笔墨难以形容。尤其是这个季节，刚好是台湾栾树开满了黄色的花，风一稍微吹，你就发现哇，黄色的雨纷纷落下来，哇，真的是超美的。我们以前是种田的啦，差不多到9岁搬到三重，在我家附近是大卖场，市场的大卖场，所以很吵，根本就没办法睡觉。结果我大概就到士林来逛，看中这里，然后再搬到这里边来，因为这里很安静，还有空气又好，这里完全都没有什么改变，只有小径有改变。我们大家在社区生活，就会发现说，其实社区的交通会有一点危险。主要是因为这边的摩托车的车速，他们因为赶时间，可能就会走一些捷径，可以从我们这边可以快速的到士林。我们有做很多的公告啊，宣导说要降速，他知不知道他这样的行为对别人造成的影响？
那我们觉得这个就是要能够直接跟骑士去沟通到。你好，我是里长，我们在宣导大家骑车慢一点，保障行人，也保障自己安全哦。大家骑这条路的时候可以减速慢行，因为这条路有很多老人、行人、小孩子。好，小心了，摩托车啊！我喜欢的就是说这条小径开得很漂亮，结果摩托车最多，骑得都很快，声音又大。第一次参加觉得蛮怪的，不要说什么。第二次、第三次就是管他的，大声就举牌就乱甩啊，让人家知道说有人在拦路了。摩托车少一点我最开心，都不会发生什么车祸，什么一大堆的，就安全了。发生喜欢就跟人家一起做，这样就对了。人多，大家会嘻嘻哈哈，有话就可以聊啊，就不会觉得说会累这样子，不会。其实我们的各种的课程都是希望在社区能够累积人跟人能够增进他们的关系，所以才会觉得说要找到一些共同关心社区发展的一些会员，让更多也认同协会这样理念的社区居民能够来加入，才能够让社区能够朝向大家希望的好的生活的模式可以来创造出来。